在术前的时候，不管是出笔或重修笔，配合电脑断层，我们都尽可能去模拟。而且因为我的模拟是目前所有的模拟方法里面唯一一个会考虑到组织弹性的，所以它相对精准。我鼻子要变成几 mm， 鼻背要怎么改变，鼻膜要怎么雕，其实在术前就可以很好的跟您沟通。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各位东芬好，我是谢东医师。那今天我们来谈谈隆鼻20大 Q&A 下集。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如果有打过玻尿酸或伊莲丝或微晶瓷或埋线，可以再做隆鼻手术吗？基本上，就算是鼻子之前做完结构式隆鼻，我们再做都还是可以重修嘛，所以当然是可以做，只是它会造成手术上的麻烦度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玻尿酸可能是最轻微的，玻尿酸甚至我们术前就可以把它溶掉了，包含我自己的鼻模拟都可以做得还蛮精准的，所以玻尿酸我个人是还蛮可以接受的。那再来微晶瓷，微晶瓷稍微麻烦一点点，它不太能先溶掉，不过基本上大家打微晶瓷的时候都打在最深层，就是在骨膜的上方，所有的组织的最底层，然后骨头的上面，所以它的位置相对明确，那个也是我们的手术平面。基本上在手术中，大部分微晶瓷也可以被拿掉，问题也不算特别大。埋线也还行，埋线在鼻子里面，基本上我们常常拿起来，虽然大家都号称是可吸收线，可是我们的经验上，其实它会整束的在一起以后，它会变成一个纤维化被包起来，它会有可能是整束被拿出来，倒不会真的是溶掉或吸收掉就拿不出来，它通常可以完整的取出的。这个会造成我个人的模拟方法上，在术前的精准度会稍微有点下降，不过在整个手术的成品啊这些，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倒是伊莲丝有一点点麻烦，因为伊莲丝在很多医师的使用上有一点点像是玻尿酸一样，它可能最深层打以外，有一些可能会稍微打到浅层，或者是伊莲丝会跟我们自己的鼻子里面的组织会粘在一起。其实我们鼻子还是很多层，其中有一层叫做筋膜层，常常它会跟筋膜层粘在一起以后，变得非常的麻烦。就是说，我们不把它拿掉，这个组织又太厚，然后凹凸不平，让我们的术后的鼻型很难做得很精致。可是我们要拿掉它的时候，哇，它不是薄薄的一层拿掉，它几乎是皮肤底下的整层的那一层肉都会被一起拿掉，然后一拿掉之后，皮肤就会变得超级薄，会变得在鼻型上会非常难处理，可能都还要肋软骨的筋膜，就自体肋骨有肋软骨筋膜，或者是液体真皮去垫皮肤，让皮肤变得厚一点点的时候，才能维持鼻子的自然度。所以我个人其实蛮不喜欢鼻子被打伊莲丝的，因为处理的复杂度甚至类比鼻子的重修手术了。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个观念的话，我会建议尽量不要把伊莲丝打在鼻子，尤其之后打算做鼻整形的话。鼻塞或鼻子过敏适合做隆鼻手术吗？其实鼻塞或鼻子过敏这两个问题我们把它分开好了。如果是鼻塞的话，术前我就容易鼻塞，而且有时候特别容易塞左边或特别容易塞右边呢。那这种状况代表说原本的呼吸道有一点点问题。我的建议就先要做电脑断层，去分析一下到底鼻子是为什么原因而塞住的，然后那时候再来计划说是要先解决呼吸问题呢，还是可以同时鼻整形的时候去解决呼吸问题。这个要 case by case 去分析。如果是过敏，我倒是觉得还好。如果轻微过敏，那就影响不大。可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过敏啊，就是一直在流鼻水啊、鼻塞啊，一直要擤鼻涕啊、打喷嚏这种状况的话，我的建议是手术前的1-2礼拜跟手术后的1-2礼拜，我会希望在这段时间把过敏控制到最低的程度。这时候可以找您的耳鼻喉科医师吃一些药，让过敏把它压到最低，一直到手术恢复。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不然各位可以想象，在手术完之后还有伤口情况下，我们一直在那边擤鼻涕啊，在那边打喷嚏啊，的确会增加感染风险的疑虑。据说隆鼻会有开眼头的效果，那这样子是要先做眼整形还是鼻整形？其实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我鼻子变挺的，好像这个皮肤撑紧的，好像会把眼头的皮肤拉进来一点点。一开始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大部分呢，大概3个月之后呢，皮肤弹性回来之后，其实眼头的皮肤也会回弹。所以以更正确来说，我认为眼头真实的距离其实不会因为鼻整形而真的被拉近多少。可是反过来又讲了，我们鼻子原本这里是平平的，好像这个平
平原一样，它没有一个立体度。可是之后增加一个3根，有一个合理的立体度的时候，视觉上的确会让眼头看起来近一些。基本上鼻子就是针对整个脸型的立体度，不要跟眼头的这个观念硬要混在一起。如果需要眼头变近，我认为开眼头还是更适合一些。好，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各位如果还是比较担心视觉上眼头变近的效果啊，那我到底要怎么评估呢？我的建议是先做鼻整形，等鼻子先做了喜欢以后，再来考虑眼整形吧。为了要改善美观线，那要先做隆鼻还是先戴牙套？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大哉问，每一个人状况不太一样。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谈过，美观线就是鼻尖、嘴唇跟下巴在同一条直线，这叫美观线。如果今天我们的下巴很完美，嘴巴很完美，当然我们可以用它来决定鼻子的高度。可是实际上我们是这3个好像都是不及格的小朋友，互相在改考卷一样。这些互相都不够完美的情况下，硬要把它凑出美观线，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适合东方人的。反过来讲，那如果要达成这个更好看的线条，我到底先做鼻子，还是先做嘴巴，还先做下巴呢？我个人的想法是，它没有一定的顺序，就看你哪一个最严重。如果我其实嘴巴跟下巴都还不错，我鼻子是最塌的，那我建议先从最塌的地方加分，因为它很快就让你加分了，之后再慢慢改善牙齿跟下巴就好了。我觉得先以你最介意的那一个点优先，大概是这个状况。可是又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的差别。第一个，我们在嘴巴的改善，它需要牙齿矫正或正颌手术，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比较急的话，可以把牙齿矫正或正颌手术放在比较后面的顺序，因为它可以后面慢慢加分。可是又反过来哦，如果今天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才16岁，这个时候是不建议手术的，反而牙齿矫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点。牙齿矫正很可能就让下半年这协调性增加很多了。等他满20岁之后，再来针对鼻子或下巴的不够，再做一点点调整就行了。隆鼻手术之后要如何避免感染？这个倒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隆鼻手术，其中感染这个风险呢，是我们最需要小心的。我们之前有做一支影片专门在谈隆鼻的风险，其中最主要就在谈感染这件事情。那怎么样减少感染的风险呢？对我来说，术后有2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远离2手烟。那当然就不要谈抽烟了。我个人自己是比较保守一点点，我的客人我希望他是不能抽烟，是戒烟状态的。所以第一个要远离2手烟当然是要完全戒烟。那第2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作息正常，一定要睡眠充足啊，不要熬夜，不要让自己累，不然抵抗力下降也是会增加感染风险的。刚刚指的戒烟状态是指隆鼻手术之前戒烟吗？还是之后都要戒烟？实际上是这样，当然每个医师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点，我会希望呢，术前1个月就要戒烟呢，然后术后呢，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抽烟呢？不行，我会建议术后就是完全的戒烟，不然包含了我们使用液体肋骨啊，或者这些软骨材料，也会因为吸收而造成吸收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个人比较保守，我会希望我做这个手术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客人，做完手术他是很开心的，这个手术是好处远大于他需要承担的风险。尤其我认为医美手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必须的手术，所以我都是希望大家真的是愿意戒烟的，然后做完这个手术是真的帮忙到他很开心，医师也很开心，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手术。重修鼻跟出鼻的差异在哪？重修鼻跟出鼻会有一点点差别。当然出鼻的话，我们就可以更精准的抓到它的组织弹性啊。我在自己的这个模拟方法里面，因为我这个模拟方法是目前所有的模拟方法里面唯一一个会考虑到组织弹性的，所以它相对精准，而且它甚至呢精准到它可以是一个手术蓝图。所以在出鼻的设计上，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掌握度会比较多，而且出鼻的组织的健康度跟后续的手术风险其实也是会相对比较低的。那重修鼻的话它又分成2种哦。重修鼻如果是那种传统的 L 型隆鼻，顶多是配合一个鼻尖的耳软骨，其实它的重修反而相对简单，因为它通常是矽胶，要拿也好拿，它并没有碰到核心的鼻中隔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一个并没有被手术的地方，所以它整个组织健康度是足够的。所以这种重修相对好处理，它难处理难在这种 L 型顶久以后，皮肤的厚薄度会变得很不均匀，该厚的不厚，该薄的不薄，所以反而是在做鼻子的软骨架本身跟出鼻不会差多少，可是对于这种鼻子的棉被这个皮肤盖上去，我们要多花点心思处理这个软组织问题，这是传统 L 型隆鼻的重修。
可是如果第一次是结构式隆鼻，我们后来要再重修，这就会复杂很多，因为等于是它整个结构曾经被拆解过，再组合起来，全部里面都是愈合组织，或者我们说的疤痕组织。我们要在这个疤痕组织里面重新再厘清所有的结构以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这种重修手术的复杂度就会高蛮多的，包含了在做软骨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外面的软组织在盖下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是我们期待中的凹凸的问题，所以这种重修手术会复杂。如果配合我的模拟要怎么做呢？我的建议都还是要先去做个电脑断层，我们去分析一下里面的结构。其实我的模拟是可以从电脑断层里面的结构再重新再分析出来整个鼻型，所以一样是可以做到，到时候鼻子要变成截面啊，鼻膜怎么改变，甚至新的鼻膜要怎么雕，其实这个术前我们就会谈得非常仔细。所以这对我来说，模拟上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有听说做完隆鼻手术以后鼻梁会透光，这样会不会被发现？其实不太会，要看材质。其实这个就单纯就材质。我今天打玻尿酸，当然侧面光打了，它就有可能会透光，因为我们这个材质是透明的嘛。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鼻背是用自体肋骨，它其实不太透光啊，鼻背就不会有透光问题。如果今天我们鼻背用 Cortex， 它也不透光啊。我们鼻背用细胶，其实基本上也不透光，所以鼻整形大部分都不会透光，应该不会是个问题。反而是微整打玻尿酸比较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当然，大家其实很怕说鼻整形会不会被发现嘛？其实透光这件事情，鼻整形不太会发现啦，因为不太会有这个问题。那各位可能会觉得，那应该是鼻小柱的伤口，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其实还真的不一定哦。有时候一些重修的人来找我，然后我请他往上抬，我要看看他到底是开放式隆鼻，就是鼻小柱有切开，还是从鼻孔里面放而已。有时候那个鼻小柱的伤口，有时候会好到连我都有一点点难判断。所以其实各位不用太担心说开放式隆鼻这里多一个伤口，以后一定很容易被看到。其实好好的缝合，然后等到过了半年，然后色素沉淀或者是疤痕红的这个时期过了以后，其实绝大部分是很不明显的，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反倒是容易被看出来，大概都是刻意把鼻型创造出一个跟自己原本的结构差异太大的哦，就是原本超短鼻，我就要变成一个超长鼻，这种太大的改变的时候，其实鼻整形的确比较容易出现一种假感的瑕疵感。如果我做完后发现鼻型不满意，可以调整吗？其实是可以的啊，这就是我们重修手术嘛。我们重修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外观不够好嘛，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出现一些后遗症，像感染啊这一些或软骨很严重的吸收，这需要调整。这大概是我们主要重修的机会。至于第一个鼻型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尽可能会使用我的模拟方法去调整这个鼻型。在术前的时候，不管是出鼻或重修鼻，配合电脑断层，我们都尽可能去模拟，让这些细节度呢尽量的精准。所以我们术前就已经决定好，我鼻子要变成几 mm 啊，鼻背要怎么改变，鼻膜要怎么雕，甚至我们还可以预测全脸的协调度，嘴巴围凸管要不要改善，下巴要不要改善，会不会甚至鼻子会不会过紧，还有漏鼻孔会改善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合并敲鼻孔等等等等，这些在手术中我们医师需要决定的细节，其实在术前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跟您沟通。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大的减少术后才发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鼻子的这种问题。基本上我的客人绝大部分术后都还蛮喜欢他自己的鼻型，因为我们其实手术前就谈过了，而且在手术前在谈的时候，客人会告诉我他喜欢怎样的鼻型。其实我大概在这个模里面就会告诉他，其实他的条件不太适合往这个方向做。这个其实多一点沟通，其实会把这个问题减到最低。如果做完未来的1年、2年、几十年，发现变红变肿会痛，那要怎么办？的确是，像鼻整形的话，如果有来咨询过我，你都知道，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鼻子。我尽可能希望把鼻子的好处透过模拟来告诉你，可能这个可以对你做哪一些加分，好处告诉你。可是同时也要告诉你手术风险，让你知道其实鼻整形是有风险的，让你在好处坏处都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再来做鼻整形会更适合。那其中风险的部分就包含了这些长时间还是有感染的状况，因为我们毕竟有可能放一个人工材质在里面，感染风险是前1个月最容易发生，可是1个月之后是不是就绝对不会感染呢？还是有很低很低的感染风险，所以有可能5年、10年后鼻子忽然变肿了，红肿热痛，那其实就代表感染了。
那可能要尽快回来找您的医师，赶快做治疗。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假设有感染的现象，红肿热痛，我们一开始会很积极的抗生素治疗。可是如果治疗类似1个礼拜，觉得效果不如预期的话，我可能就会尽早的把这些人工材质全部拿出来了。我可能尽量不希望，假设我担心它感染，可是我们却抗生素治疗了好几个月，因为在这种过程里面，组织就会持续受伤。那受伤等它真正开始愈合以后，它就会开始比较厉害的挛缩，它就会整个缩上去，会变成小作物。之后在重修的时候，就会受到组织弹性的局限，就很难回到一个真正好看的样子。可是反过来呢，我们一起有一个默契，假设有任何问题，我们都积极的处理，甚至假日我们就赶快把它拿出来。这样的话，虽然拿掉了漂亮的鼻子不见了，可是感染就会很快度过。而且什么很重要呢？鼻子组织的弹性被我们保留下来了。所谓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上次我们有讲这句话，上次没有讲出来，这次把它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把组织的弹性留下来之后，我们其实半年后再用自体肋骨在重修的时候，在重建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很好的鼻型，甚至跟第一次做的一样好的鼻型。所以我个人会希望我的客人跟我一样重视这个感染这件事情。如果有出现，我们都要一起尽到最大的努力，尽快的处理它，最积极的处理它，这样可以保证之后的鼻型还是可以非常棒的。那经过我们这2集的20大 Q&A 以后，大家对隆鼻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呢？那各位东粉也欢迎底下留言哦，再告诉我你有没有哪一些问题我并没有回答到，你想知道的，好，欢迎底下留言，我会亲自回复你。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并追踪我们的 IG 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好。